我查了出入境记录，郑凯琳跟郑庆德的太太周慧兰现在的确在瑞士。所以郑庆德没有说谎哦。也不能这么说。我调出了公寓的 CCTV 看了一遍，发现徐子荣被袭击当晚，有一个跟郑庆德身形差不多、戴着帽子的神秘人，在犯案时间前离开了公寓。CCTV 看到他在马路上叫车。可是这么暗也看不清楚是谁，顶多看得出是个男的。这里可以清楚地拍到德士的车牌号码，只要把司机找出来，问他当天晚上载了谁，去过什么地方，就可以确定郑庆德有没有说谎。 Yes, ma'am. Ma'am， 关林还没到。我让他去补习中心调查。今天你跟一凡一起行动。 Yes, ma'am。Hello， 谁啊 Mr. Mark 是吗？啊，是啊。警察，可以请你下车吗？什么事啊？想请问你，星期三大概凌晨2点左右，是不是在布吉杜拉公寓外载到一位男顾客啊？我每天晚上都有载人，哪里记得？有印象吗？有，我想起来了，我载过这个人。那你记得还在哪里下车吗？记得在分析street。你酒吧附近。你这么肯定啊？当然了，他这个人古古怪怪的，穿着一身黑衣服。我跟他聊天，他一句话都不回答我，我还以为载到鬼了。那你有没有看到他长什么样子？没有，他给我了张50块就下车了，我还来不及找钱给他，他人就不见了。漏掉了，50块哦。我看到这么美的号码，后来还去买了4D。那张钞票你还留着吗？有。就是这张。Ma'am， 怎么样了？钞票上有郑庆德的指纹吗？君豪刚通知我说，我们已经有足够的证据把郑庆德抓回来。 Yes, ma'am。关林呢？他说有问题要问徐祖龙，先去医院的。嗯。混蛋！你要干嘛？我打死你！混蛋！我杀了你！我杀了你！放手！我杀了他！杀了你！我杀了你！问。你是个疯子！我要告你！我要告死你！来，把他带回警局吧。 Yes, ma'am。怎么样？那个疯子是不是被关起来？我们已经把他带回去问话了。还问什么？
你没看到他怎么打我吗？你知道他是谁吗？他是凯琳的爸爸。原来你还记得啊？不是说这么多年前发生的事，谁还会放心上？当年在法庭外，他就跟今天一样，一副凶神恶煞要把我杀掉的样子，我想忘记都难。你是来探望老师的吗？我很担心老师。我已经叫他们不要来了，但他们都说担心我，我可以怎样？根据郑敬德的口供，他看到你和学生抱在一起，他才会袭击你的。他撒谎，他连在医院都敢袭击我了，这种人的话你也信？他根本就是来报复我的。没有，我们没有抱在一起。那个人为什么要乱说？我只是来看老师的。那个保温壶是你带来的吗？里面装了什么？就普通的汤啊。是你自己煮的吗？看来你还蛮关心老师的嘛。是他，是他对不对？一定是他把我害成现在这个样子的。为什么？我要告他，我要告死他！他怎么可以这样对我？我已经付出了代价，他还想我怎么样？我要告，我一定要告他！我们已经知道了你在徐祖荣遇袭那晚，曾经出现在维尼汤酒吧附近。是不是你袭击徐祖荣，割掉他的生殖器？郑先生，如果你肯认罪，你的律师可以在判决时向法官求情。你们觉得我做错了吗？我女儿凯琳以前是个很开朗、很活泼的孩子。上了中学之后，她变得很敏感、很叛逆，整天跟我们吵架，说我们限制了她的自由。起初，我和我太太觉得那是青春期叛逆，丝毫没有怀疑。我们甚至还想着给他多一点自由。直到有一天，我太太早回家，看到凯琳和那个混蛋后来，我们是看了凯琳的简讯才知道，她之所以讨厌我们，都是因为徐祖荣那个混蛋。他借老师的身份接近凯琳，他用各种方法诱骗凯琳。我女儿当时才13岁，13岁，她能不上当吗？最让我痛心的是，凯琳在法庭上还替徐祖荣说话，说他们是真心的，要法官放了他。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孩子，但是我想你们一定会理解。我恨这个人，我恨他毁了我的家，毁了我的女儿。可是徐主任也坐牢了，你们一家人可以重新再来。你们以为我们送凯琳去瑞士是去留学的吗？我们送凯琳是去接受精神心理治疗。事发之后，凯琳整天哭，她完全没有办法接受那个混蛋被抓起来，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吃不喝。我们所以把她送到瑞士，想让她远离这个环境。没想到上个星期，我老婆给我打电话，说凯琳要自杀，说我女儿。我真的受不了，我要去问问那个混蛋，他为什么还有脸做老师，还在接近别的女学生？他是不是人呢？他，我让他一辈子没有办法伤害别人，我这样做有错吗？我有错吗？我。两者决定以危险武器、蓄意伤人罪起诉郑庆德，再加上医院的事，徐主任只是受了一点伤，有必要再加多一条罪吗？这是上级的决定。那如果可以证明徐祖荣和那个女学生当时真的有暧昧行为，而郑庆德是看到当时的情形后，想起女儿的事，才一时冲动的。那这样对他会有帮助吗？可能有帮助。那我们就这样放过那个徐主任啊？是啊，怎么可以这么轻易的放过他？一切才刚刚开始。警官，你们查到了什么吗？在后巷袭击我的就是那个疯子，对不对？我们今天来是为了另外一件案子。徐主任，我们现在怀疑你涉嫌性剥削未成年少女，把你的手机交出来。你说什么？你们有什么证据？请你合作。我是受害者，你们不去找犯人，还一直来骚扰我，你信不信我投诉你们？如果你真的是无辜的，请配合我们的调查。手机呢？不见了。不要跟我们耍花样。前几天护士推我出去散步的时候，弄丢了。手机到底在哪里？我已经说了，不见了。Miss, someone is looking for you.
，Ma'am。这是谁的？是我男朋友买给我的。关威尔是什么事？我不明白为什么你们一直要诬赖他。我们需要你交出手机，协助调查。我是有隐私权的。这是朋友送我的生日礼物。我查了徐子荣近几个月的通话记录，发现他几乎每天都会跟补习中心的3名女同学 Jasmine、美心还有莎莎通电话，而且每次都至少半个小时以上。这一个混蛋，还真有空，每天花那么多时间跟小女生聊天，不必做其他事吗？我已经派了一组人去莎莎的家搜查，把她带回来录口供。听完郑敬德的口供，我查了有关 sexual grooming 的新闻，大部分的受害者因为已经经过洗脑，都不愿意出来指证性侵过他们的人。这些混蛋因为证据不足，要么轻判，要么无罪释放。这些混蛋通常都有一份令人尊敬的职业，还能言善道。别说那些不理孩子的父母，就连我这个24孝爸爸都不知道该怎么防。难道要随时检查孩子的手机吗？当父母真的不容易啊！我整理了徐祖荣和那几名女同学的聊天记录，包括美心删掉的讯息，我也已经用技术还原了。里面都是一些比较亲密的聊天内容，还有几段裸露的照片跟影片。有照片还有影片，那就表示我们可以起诉他。这些证据最多只能用来指控徐祖荣诱骗未成年少女拍摄裸照跟视频，1年多就会被放出来了。我们现在要找的是徐祖荣长期性侵这些受害者的证据，这样才能够让他付出应有的代价。你们怎么每次都在我准备睡觉的时候把我叫来？这次是多大的案件啊？这一次是涉及性侵未成年少女，我们需要你的专长。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你跟徐祖荣是什么关系？他是我的补习老师。这不是一般老师和学生会聊的内容。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们是情侣啊 ，so what？ 他是你老师，而且你们年龄相差25岁。Age is never a problem。你们可以不要那么老土吗？他说他只对我一个人这么好，这是我和他之间的秘密。你们还有什么其他的秘密？比如一些亲密的关系？一开始我只是拍一些伤口、吃东西的 video 跟林老师学，后来他送了一些衣服给我。So what？ 谈恋爱不就是这样的吗？美心，你觉得你跟老师的未来会怎么样？我们说好了，等我成年之后，就会跟父母脱离关系，然后我们就会结婚。为什么把我女儿关起来审问？你们当我女儿是犯人吗？警官，莎莎才13岁，
让我进去陪他好吗？请你们放心，我们有心理医生会陪着他们一起录口供的。现在是什么意思？我特地丢下工作从日本赶回来，连女儿都不能见吗？我也想进去陪 Jasmine。我们会问一些比较私人的问题，你们真的不方便在里面？到底是什么问题？连我都不能听。我是他爸，你是不是以为我好欺负？哎，请大家冷静一点。你们的女儿现在是受害者，我们只是想帮他们。什么受害者？一定是你们搞错了。是啊，莎莎去补习后成绩进步了很多，Wing 老师怎么可能会害她？拜托让我进去陪 Jasmine 吧，我女儿不太会说话，你们这样问她，她会怕的。不要多说了，浪费时间。2个选择，叫你们的上司出来，不然的话就让美心跟我走。对，我现在就要带莎莎回家。大家静一静，不好意思，请大家冷静一点，听我说几句话好吗？我也是一名父亲，我非常明白你们的感受。女儿被一个自己信任的人诱骗，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所以大家一时之间无法接受，也是能够理解的。可是你们有没有想过，如果你们现在不配合警方，让我们查出真相，你们的女儿将会永远被这个人控制。我们希望保护你们的女儿，不让他们受到更多的伤害。难道这不是你们想要的吗？请给我们多一点时间，等一切都弄清楚了，我保证，你们一定会更加安心的。经过刚刚的交谈，我发现呢，年纪最小的莎莎应该意识到自己做错了什么，所以害怕的一直在哭。Jasmine 呢就有点不安，她可能呢也知道这件事情是不对的，但是有碍于徐祖荣对她的好，所以不想说太多对徐祖荣不利的话。至于美心，从头到尾都觉得自己和徐祖荣之间是情侣关系，做的也是情侣会做的事。3个人的背景不同，性格不同，却对徐祖荣完全的信任。真的不明白，这些小女孩为什么会相信徐祖荣的鬼话，这么容易上当？换个角度想一想，如果有一个人呢，愿意花时间去了解你、关心你，把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放在心上，让你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特别的人，难道你不会对他产生感情和依赖吗？孤独的人好像都比较脆弱，总是渴望有人会明白自己。当有个可以信任的人出现，很容易就会陷下去，无法自拔。我不想去纠结徐祖荣到底是怎么做到的，我现在只想赶快破解他的洗脑。我们是不是应该从 Jasmine 下手比较好？我同意。刚刚听 Jackie 分析了一轮，莎莎只会哭，美心中毒太深，破解的窗口应该是 Jasmine。我有另外一个切入点，想要试一试。可以不要再问了吗？我真的很累。还有几个问题，很快就好了。Jasmine， 你想吃什么或者喝什么吗？不好意思，我还以为你们结束了。差不多了，再等一下。好，走吧。刚说到哪里？为什么他会在这里？谁呀？刚才那个女生，她是我们补习班 Upper Side 的学生，对吗？我们不能透露受害者的资料。什么意思？你是说她也跟Wing老师？不可，不可。我先带你去另外一间房间。Ma'am， 里面还没有结束吗？走吧。
美心，不好意思啊，访问是需要有心理医生在场的，再等一下吧。那个是我们补习班的人，对吗？哪一个？刚才在房间里那个。那个我们不方便透露。他跟Win是什么关系？你很相信徐祖荣吗？他说过要跟我结婚的，我当然相信他。那我没什么好说的。你先回答我，他是不是跟……我只能跟你说，徐祖荣不止你一个女朋友。不可能，不可能！我们查了他的通话记录，发现他们私下联络已经有半年多了。一定是那个女的勾引他。徐祖荣知道这个女生父母离异，跟母亲的关系不好，所以就故意接近她。情况跟你一样。不一样，他对我是真心的。那他是不是买了一枚戒指给你，还说要保护你一辈子，永远的照顾你？Win也买戒指给他。不会的，不可能！你骗我！你们骗我！Win不会这样对我的！快点去叫他来！快点叫他来！冷静一点！我要去找他！冷静！我们是来帮你的。信任是一把双刃剑，在你交出信任的那瞬间，对方已经掌握了你的弱点。要用它来保护你，还是操控你，决定权都不在你手中。你可能因为信任走出困境，也可能因为信任坠入深渊。你们，喂，你干嘛？慢点！哇，订机票啊？去哪里玩？法国吗？我很熟，我可以带你的。哎呦，徐祖荣，你哪里都别想去！我们现在以多项性侵未成年少女的罪名，正式拘捕你。你说什么？你有什么证据？你们不要诬赖我！证据有啊，一个叫 Jasmine， 一个叫美心。你们不能这样对我，我还不能走路，我是病人，我要找我律师。你在牢里慢慢养伤吧。你把这个报告也给我。管您那句，你到牢里慢慢养伤吧。帅，我们已经把徐祖荣送去拘留所了。这阵子你们辛苦了，今天早点回去休息，其他的事情我来处理就好。真的 ？Thank you, ma'am. Thank you, ma'am. Yes, yes. 我可以马上去接我女儿下课，顺便偷看她的手机简讯。哎，干嘛？我当老爸的担心女儿不行吗？行，行，拜拜。那我们要不要去玩飞镖庆祝一下？下次吧。不玩飞镖，那吃饭吧。你们去吧，我想要早点回去休息。难得早放工，干嘛这么扫兴啊？你有话跟我说啊？你是不是故意在避开我？你相信我吗？当然啦，我们是同一个 team。我是不会把你的事情告诉任何人的，你放心。你没有跟任何人说？
每个人都有不想让人知道的过去，我明白的。因为我也有。要我帮你吗？嗨。Jackie，胡叔叔。你一个人啊？你们怎么来了？是我告诉他徐祖荣的案子结案了，他说来请大家吃饭庆祝。哦。其他的人呢？我放了他们半天假，吃饭我看下一次吧。我真的希望徐祖荣能够符合危险罪犯的新判刑，就算他刑满，还是不能够自动获释。那也要看他最后被判的罪名有多严重。要是本地能够建立 sex registry 的话，这些女孩子可能就能够逃过一劫了。每次在报章上看到那些性罪犯的姓名身份被保密时，我就觉得太不公平了。虽然有时候不公布他们身份是为了保护那些受害者，其实我觉得同时在保护这些犯罪者。就是因为大家不知道他们的身份，出狱后就找一个类似的环境，继续寻找下一个目标。其实不是每一个出狱者都会再犯的。如果真的建立了这个 sex registry， 即使他们有心要悔改，或许也很难有包容他们的环境了。这也是事实。虽然现在社会已经很开明，但是有些人还是会比较忌讳前囚犯，更别说是性罪犯。我还是希望防范于未然。如果我们有了 sex registry， 就能够防止像徐祖荣这种惯犯继续以老实或者是容易取得人家信任的身份出现在受害者的身边。就是有像徐主任这种不思悔改的惯犯，很多出狱者才难以摆脱社会的有色眼镜。幸好他这一次被告多项罪名，相信他应该不会这么快被放出来。徐祖荣被抓了，可是也不知道那些女孩要花多少时间才能够放下。身为警察，我有责任让他们出庭作证，但一想到他们即将面对的，我就……这类案子和其他的性侵案件不一样，受害者一旦在法庭上指证徐祖荣，就会觉得自己背叛了心爱的人，他们的内心创伤是更严重的。就像郑凯琳一样。不只是郑凯琳和那些女孩，还有他们的父母，也是受害者。我会帮郑庆德向他的主控官求情，希望可以得到减刑。又想起你老婆的事了。我当初建立成立 SOD， 不仅仅是想为受害者讨回公道，我更希望这是一个让他们随时能够找到帮助的地方，让他们感到安全的避风港。舒雅已经做得很好了，可惜我们当警察的总是等到案件发生了以后，才能够做出应对，这代表我们永远比罪犯慢了一步。不然你还能怎样？去算命、问卦？我不知道，不过这些受害者的痛苦是一辈子的，这一点我很清楚。是你呀，坐吧。
我想要找人。找你的亲人对吧？在这里写上你和他的名字。生未到，新鲜到，愤浅缘薄。你命带刑克，孤臣寡宿，一座命一座身，6经之中必有遗憾之事。什么意思啊？我到底能不能找到他？找不找得到，见不见得到，都是命。就算让你找到又怎么样？还不是什么？还不是很快又会分开。你胡说！凡事皆是命，我劝你还是不要刻意强求。看你心情不好，去吃你喜欢的牛车水煲仔饭。我们走过去吧。你的 tab 呢？哎呀，老爷车3天2头又坏了，送去修理了。都叫你别买古董车啦，还给你的车子取了一个杀人犯的名字。我的车可是跟 Dad Bunny 用的同一款，刚好还是他入狱那年制造，很有纪念价值的。他可是我们这些读犯罪心理学的人最想研究的对象。我说，如果你出生在美国啊，你可能就成为 FBI。我现在帮 SOD 也不错啊。哎，我们就吃煲仔粉丝。都说好吃煲仔饭的吧 Cheers！ 你干嘛喝这么快？心情不好？你没事吧？失恋了？你真的失恋了？你说是就是啊。就算失恋，也不要喝神酱啊。是啊，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好的男人的。你真的很吵哎！我在想事情，你不会懂的啦。什么事啊？你可以告诉我们呢，我们可以借你耳朵的。sorry， 你不要喝给我喝。哎，我要喝。谢谢姐姐，我帮你。小心一点。我送你。是要送我啊？我送你吧。拜拜。哎，小心啊。小心一点。不用扶，好，哎，小心。哇，今天收到这么多瓶子啊！刚才有个姐姐帮我收的。我跟你一起洗。不用了，你看，就只剩下这几个而已。哦，那我进去帮忙。老板，香港炒面打包。阿强，香港炒面打包。明叔，哎，你收着吧，今天客人多，就当做小费啊。谢谢明叔。乖。
你的侄女吗？琪琪哪有这么好命？她5岁就过来帮忙了。唉，她家里人吸毒酗酒，理都不理她，她只好自己出来赚钱，要不然都不懂怎么过。幸好琪琪很懂事。香港炒面马上来。无边无际的宇宙，有没有属于我的角落？容得下我，容得下痛，容许我重新来过。可回忆有太过执着，紧追着在身后，谁会握住我的手？谁会紧紧抱住我？告诉我一切还值得拥有。But this pain won't go away.